为了报复亲弟弟，我故意打扮成他喜欢的模样，然后跟他偶遇，只为让他对我一见钟情，就是要让他得知有情人终成姐姐的时候，杀人诛心。前世我被认回豪门后，亲弟弟为了假千金，处处跟我作对，不仅到处散播我是私生女的谣言，甚至还带头霸凌我。经过一世的相处，我早已摸清了他的喜好。此时目标人物江耳卓出现后，我缓缓上前柔声问道：“你好，请问建设路怎么走？”江耳卓回头望去，只见一名清纯宜人、长相极其甜美的少女站在自己身后，她微微一怔，下意识指向了建设路的方向。我向她礼貌地回了个微笑，接着便转身离开了。江耳卓愣愣望着我的背影，直到我走远后，他才缓缓回过神来。我想起刚刚江耳卓的反应，嘴角不免勾起一丝冷笑，对本该极度厌恶之人，一见钟情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真是迫不及待想要看到他的反应了。算时间，江家现在也差不多要把我接回去了吧。上一世我是以养女的身份进了江家，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自己真千金的身份，但这一世他们想接走我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不出所料，第二天一早，江家的人如期出现，和上一世一样，他们只派了司机与保姆来接我回家，还美其名曰收养。请问是赵玉玲小姐吗？我们是盛恒地产老板江云天的下属，这是我们的名片，您可以看一下。赵玉脸上挂着得体的笑，我没有接过名片，而是双手环胸靠在墙上打量着赵玉。所以呢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被无视的赵玉心里隐隐有些不快，但还是强压了下去。是这样的，赵小姐，不知你对你的生父还有没有印象？我挑了挑眉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你们老板是我亲？还没等我说完，赵玉眉头突然一皱，开口打断了我。不是，你的生父是我们老板的救命恩人。闻言，我心里泛起阵阵冷笑。上一世他们也是这么说的，说我是江家救命恩人的女儿。在我生父死后，江家人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我，真是有情有义的江家人呢，编造了这么一个极其可笑的谎言。这时赵玉缓缓开口道：“我们老板说你的父亲不在了，以后他就是你的父亲，他让我们把你接回江家，还会正式办理一个收养手续，从此以后你就是江家的女儿了。”司机江湖也在一旁道：“想必你也知道，江家是 A 市的首富，只要你成为我们老板的女儿，那你也算是一步登天了。”我轻笑出声：“抱歉，我没有随便乱认爸妈的打算。”说罢，我直接进入屋内，把门一关，悠哉坐在沙发上。片刻后，门外传来了两人有些恼怒的声音：“赵小姐，你要考虑清楚，那可是首富江家，你知不知道你拒绝的到底是什么？你一定会后悔的。”说完，两人便返回了江家，把我的态度告诉了江云天和柳玉梅。恰好江耳卓也在，最近这2天他的心情很不好，原因是他对问路的陌生少女一见钟情。这几天他都会去建设路碰运气，却没有见到自己想见的人，为此江耳卓十分后悔，当时为何不索要那少女的联系方式？他烦躁地看了眼赵玉与江湖，不愿意回就不回吧，一个小混混而已，还真当自己是根葱了。他的话刚落下，柳玉梅就不赞成地看了他一眼：“耳卓别这么说，你是知道的，他是你亲。”江耳卓不耐起身：“我只有明珠一个姐姐，你也不必跟我说那么多，我有事就先走了。”说完，江耳卓便大步离开了。柳玉梅叹了口气，看向一旁的江云天：“怎么办啊，老公？他不愿意回来。”江云天翘着二郎腿，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。他不愿意回来，无非是谨慎，不相信天上掉馅饼而已。过2天我亲自去一趟。闻言，柳玉梅这才放心，说的也是，毕竟是亲女儿，总不可能任由她在外面堕落吧。另一边，我拒绝赵玉和江湖后，转头就去了建设路的图书馆看书。我清楚的知道江耳卓有多么嫌恶自己这个亲姐姐，今天听见我拒绝被领养，一定会被膈应的要死。而他一生气就不喜欢待在家里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作为江耳卓一见钟情的对象，他今天也是会来建设路碰碰运气的。我拿着一本心理学书籍，津津有味地看着。不出我所料，1个小时后，我听见了江耳卓惊喜的声音。我微微抬起头，就看见了不远处的江耳卓。此刻他正大步走向我所在的位置，直到江耳卓站在我面前时，我才不解地皱起眉头：“你是？”江耳卓扬起一个大大的笑脸：“小姐姐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那天在街上你朝我问路来着。”我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：“原来是你啊！那天我第一次来建设路，又不太会看导航，差点走错呢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”江耳卓连连摆手：“不客气不客气。”接着他指了指我对面的空位：“小姐姐，我可以坐这里吗？”我点了点头，继续低下头看书。江耳卓坐在座位上，见我没有搭理他的意思，心里不免有些失落，但看着我那绝美的脸庞，他心脏又砰砰砰地跳了起来。江耳卓在心底暗暗发誓，这次他一定不会再放我走了，他一定要让我成为他的女朋友。我察觉到他的目光，于是微微抬起头来，对上我的目光。江耳卓眼里是藏不住的慌乱：“小姐姐是这样的，我看你在看心理类的书籍，你是学心理学的吗？”我放下书：“不是的，只是略微爱好罢了。”这样啊，那你还是学生吗？你是在读高中还是读大学呢？当然是大学了，一直问这些有的没的。我的眼中浮现出几分不耐烦：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察觉到我情绪的转变，江耳卓心头一紧，连忙解释道：“我只是随便问问，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多了解你一些而已。”思索一会过后，江耳卓决定实话实说。实不相瞒，自从那天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这几天我每天都会来建设路1次，就是想要找到你。如今终于找到你了，你能给我个机会让我追你吗？我合上书对着他笑了笑：“你干嘛问我要机会呢？是不是我不给你机会，你就会消失在我面前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也可以明确的回答你，不行。”江耳卓没想到我说翻脸就翻脸，见我起身就要离开，他也连忙跟着起身：“小姐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想告诉你一声，这样不会显得太冒昧。不管你同不同意，我都会追你的。”我淡淡的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开口道：“随你。”说完我抬脚就走。
走之前还在一旁的书架上抽了一本书。江耳桌见此也跟上来，想要请我吃午餐，但我直接拒绝了。江耳桌见状却并不死心，又开始向我索要联系方式。我被他缠得不厌其烦，便淡淡道：如果下次再偶遇的话，那我就给你我的联系方式。这次江耳桌没有再纠缠，等到我走后，他就立刻回到图书馆，其目的不言而喻。不过我却并不在意，也可以说这就是我故意的，毕竟轻松得来的东西都是不被珍惜的。而我要在江家纠缠我的这段时间，在江耳桌心里留下完美的印象，心上人变亲姐姐，这可真是一场不小的打击呢。于是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只在学校与出租屋之间来回转悠，再也没去过图书馆一步。而到了星期天的时候，我的出租屋内也终于迎来了第二波客人。来人是江云天和柳玉梅。自我拒绝了赵玉江虎后，江云天就一直盘算着什么时候来找我，恰好今天有时间，于是他便同柳玉梅一块儿来了。我靠在门框上，用不解的语气开口道：你们是谁啊？江云天和柳玉梅在看到我第一眼时都愣住了，他们没想到我竟然长得这么好看，如此漂亮的女儿，不管学识经历如何，光是这张脸对江家都是一个极其有力的武器。江云天瞬间变得满脸和善：你好小姑娘，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我啊？我挑了挑眉，要是认识你的话，我还会问你是谁吗？我的态度虽然让江云天心里有些不舒服，但是想到能给江家带来的利益，他又生生把那份不快压了回去，转而换上一副笑脸。我是盛恒集团的老板江云天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可以看一下。但我却并没有去接，半点面子都不想给他。所以呢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江云天也不尴尬，是这样的，前些天是不是有一男一女来找你了？他们应该跟你说过事情的经过了吧？你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他死前的唯一心愿就是找到你，好好的补偿你。我开口打断他的话，反问道：所以你是想让我做你的女儿吗？江云天点了点头，是的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走正式的领养程序，让 A 市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江云天的女儿。说完他又叹了口气，用慈爱的目光看向我。据我所知，你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，一个人孤苦伶仃长到17岁很不容易，但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，今后我都不会让你再受任何苦了。你来我江家后，我会像带亲生女儿一样待你的。虽然江云天说的动情，但我却毫无波澜。不必了，还是那句话，我没有乱认爹的打算。江云天没招了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居然还会拒绝。他脸一下就沉了下来，这怎么能叫乱认爹呢？你爸爸是我的救命恩人。闻言我冷冷道，我爸爸是你的救命恩人，我又不是你的救命恩人。再说了，我现在生活的挺好的，这一世我是绝对不会以养女的身份回去。我要江云天亲自承认我亲生女儿的身份，要一点一点地打破江家的平静。接着我看向两人逐渐有些红温的脸，淡淡道，你们还有事吗？没事，我就要出门了。说完我关上房门就准备离开，柳玉梅在身后把我叫住，小姑娘你还年轻，不知道有钱的重要性，不是阿姨贬低你，江家随随便便就能够给你一栋别墅，若是靠你自己，你什么时候能买到别墅？还有那些限量款的衣服包包，只要你成为我们的女儿，这些你都可以轻松拥有。我转身看了柳玉梅一眼，眼含嘲讽，我爸爸是你老公的救命恩人，而你们报答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但却偏偏选择了收养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你们并不只是单纯的报答我爸爸，而是看我长得漂亮，能够给你们江家带去利益吧。豪门不就是搞联谊那一套吗？我嘴角扬起一个冰冷的弧度，若是我真做你们的女儿，你们在我身上投资了多少钱，将来都会以数倍归还。但凡我不愿意听从你们的安排，你们或许还会给我安上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吧。我轻嗤一声，发出了最后的结论，你们可真虚伪，明明做的是恩将仇报的事情，还要给自己安上一个知恩图报的名头，钱财名利双收，不愧是 A 市首富江家人，以后也不用再来找我了，不管你们说什么，我都不会同意的。说完我没给他们开口的机会，转身就走，骂了2个老的，我内心极为畅快，准备再去折腾折腾江耳桌，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的才好。时隔多天，我终于又去了建设路的图书馆，不过还没等我走近，就看见了蹲在图书馆门口满脸烦躁的江耳桌。与此同时，江耳桌也看见了我，四目相对，江耳桌的眼前一亮，立刻朝我小跑了过来。小姐姐，终于又见到你了，这次你可以给我你的联系方式了吗？闻言我没有说话，而是冷冷地皱起眉头。见我这副模样，江耳桌顿时变得有些忐忑。你之前不是说过，如果下次我们还能再见的话，就给我联系方式吗？我出声打断了他，脸上尽是讥诮之色。就喜欢年轻漂亮、单纯好掌控的，对吗？一个个看着衣冠楚楚的，实际上就是衣冠禽兽罢了。我说出这番话，就是故意给出的信号，目的是让江耳桌知道我今天遇上什么不开心的事，或者被人欺负了。江耳桌神色一凛，见我转身要走，他连忙跟了上来。小姐姐，你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？你说出来，或许我能够帮忙。见我不理会，他又继续开口道，我承认一见钟情很多时候都是见色起意，但我从来没想过冒犯你，或者以任何你不喜欢的手段逼迫你接受做我的女朋友。我抿了抿唇，强扭的瓜不甜，我希望我的感情会在尊重平等相爱的情况下发生。江耳桌看出了我的松动，他继续愈发情真道，小姐姐，自从你上次说见面给我联系方式后，我每天都会来图书馆等你，就是希望再见到你，跟你成为朋友。我看了他一眼，那眼神不言而喻。江耳桌笑了笑，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你会被我感动，变成我的女朋友。
这么有自信吗？我说出这句话时，不再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。江耳朵挺直背脊，当然了，你第一眼看我，可能觉得我其貌不扬，但是跟我相处下来，你就会知道我是有多么的讨人喜欢。我轻轻挑眉看了他一眼，就你还其貌不扬？江耳朵尴尬的笑笑，他长得并不差，继承了江家的好基因，再加上家里有钱，也能算得上是校园风云人物。随后我们找了一家咖啡厅喝咖啡，经过一番交谈之下，江耳朵便问及我为什么心情如此差。我沉默了好一会，才斟酌着将今天发生的事情说出来。今天有一对有钱的夫妻找上门来，说他们与我的父亲有旧，想要收养我。闻言，江耳朵觉得十分荒谬。小姐姐，看你样子应该快成年了吧？他们这时候找到你说要收养你，是什么意思？我看了他一眼，淡定道：他们家里很有钱，说我只要同意做他们的女儿，就能够少奋斗很多年。江耳朵直接就被气笑了，有钱了不起吗？更何况……结果话没说完，他突然就意识到了什么，脸上的表情一僵。小姐姐，你是孤儿吗？我点了点头，是的，我从来没见过我爸，7岁那年我妈就死了，从此以后我就是靠着社会人士的爱心救助上学。江耳朵心疼了，那这些年你一定过得很苦吧？我淡淡道，不苦，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的生活了。所以他们突然找上门说这些话，我才觉得有点生气，还迁怒于你了，抱歉。江耳朵连忙开口，你不用道歉，是他们不好。闻言我内心不由庆幸了起来。江耳朵想不到的是，我口中的有钱的夫妻就是他自己的父母，而我就是他心中那个一无是处、令人憎恶的亲姐姐。此时江耳朵也不知说什么才好，毕竟就他现在的身份，也没有太多的立场向我保证什么。斟酌再三后，江耳朵深呼吸一口气，小姐姐，你现在生活上会有困难吗？如果你有困难的话，我可以帮助你，你千万不要被那对有钱的夫妻收养，有些有钱人心肠很坏的。你长得这么好看，如果真成了他们的女儿，不是就任他们拿捏了吗？我抿了抿唇，没忍住露出一个笑来。我知道的，而且我现在过得很好，也不缺钱用，我已经坚定地拒绝了他们，不会同意被收养的。闻言，江耳朵这才松了口气，不过眉头依旧紧皱。小姐姐，像他们这种人是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，你告诉我他们是谁？我家虽然不是特别有钱，但是在 A 市也能够说得上话，到时候我去打个招呼，他们就不敢再来骚扰你了。我摇了摇头，不必了，把他们当成跳梁小丑就行。跟你聊天感觉真有意思，心里的烦闷都解了不少呢。说着我拿出手机，终于同意让江耳朵加我的联系方式。加完后我便提出了离开。你要去哪里？我送你。江耳朵自然是依依不舍的，看我的眼神仿佛都能够拉丝。我随便扯了个借口，也不去哪，就是有事情要去处理一下。江耳朵不舍开口道，那我下次能约你出来吃饭吗？江耳朵想要和我表白，可是看着我略显漠然的眼神，他又硬生生的改了口。虽然和我相处不久，但江耳朵也知道我的性格是属于那种外柔内刚型的，我们现在还不算很熟，要是太激进一定会把我吓走。我微微一笑，当然如果我有空的话。闻言，江耳朵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开心，他张了张嘴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我留下一句好呀，接着就离开了咖啡厅。江耳朵怔怔地看着我的背影，许久才回过神来，随后如傻子一般的拿出自己的手机，盯着我的社交账号的头像，很简单的名字，很简单的头像，动态也没有任何信息。可是江耳朵的嘴角却忍不住疯狂上扬，因为他终于加到了我的好友，也知道了我的名字，赵于玲。这个名字真好听啊！江耳朵深吸一口气，心情极好的回了家。但此时的他根本就不知道，他亲姐姐的名字就是叫做赵于玲。